妹妹做任何事情都不同寻常，她特殊的禀赋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活着，妹妹小青一定是一个极为出色的艺术家。艺术是她的本能，艺术是她的一蹴而就。她能将最平常的事情赋予一种意味，一种令人难以释怀的千古绝唱。但是妹妹如果活着，我情愿相信妹妹小青是一个平常的女人，一个平常的妻子与平常的母亲。我愿意看到妹妹小青不高于生活，不低于生活。妹妹小青等同于生活，平常而又幸福，静心而又知足。生活就是不肯这样。这一年的冬天，村子里又来了一大批外地人，他们被关在学校里头，整天在学校的操场上坐成一个圈儿，听人读书训话。而到了晚上，教室里的灯光总是亮到很晚，我们经常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学校那边传来严厉的呵斥与绝望的呜咽。没事的时候，我们就会趴在围墙上寻找那个夜间哭泣的人。但是这些人不分男女老少，他们的神情都一样，说话的语气、腔调，甚至连坐立的姿势都一样。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走路的时候就像一群夜行的走兽，小心狐疑，神出鬼没，你根本不能从他们的身上断定他们在夜间曾经做过什么。那件事发生在黄昏，妹妹小青正在学校前的石码头上放纸船。这时候，从围墙里走出来一个女人，50多岁，头发又长又白，戴着一副很厚的眼镜，样子有些怕人。女人蹲在妹妹的身边，开始洗衣服。出于恐惧，妹妹悄悄离开了码头，远远地打量。女人在洗衣服的过程中不时地回头张望，确信无人之后，女人迅速地离开了码头，沿着河岸直往前走，而她的衣物、脸盆却顺着水流向相反的方向飘走了。妹妹是敏锐的，她的身上有一种超验的预知力。妹妹跟在女人的身后，一直尾随到村头。一到村头，女人就站到冬天的水里去了，往下走。水面上只剩下上半身，只剩下头，只剩下花白的头发。妹妹撒腿就往回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尖叫：“救命啊！救命！”妹妹成功地救了一条人命。人们带着好奇与惊讶的神情望着我的妹妹。妹妹害羞极了，她知道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脸上却像犯了一个错误。那个女人被人从水里拽上了岸，连她很厚的眼镜也被渔网打捞上来了。但第二天上午发生的事证明了妹妹不是像犯了一个错误，真的就是犯了一个错误。第二天，女人在操场的长凳子上站了一整天，所有的人都围在她的四周，围了一个很大的圈。临近傍晚的时候，女人的身体在长凳子上不停地摇晃。但是这个女人有极为出色的平衡能力，不管摇晃的幅度有多大，她都能化险为夷。根据我们在墙头上的观察，后来主要是凳子倒了。如果凳子不倒，这个女人完全可以在长凳子上持续1个星期。凳子倒了，女人只能从长凳子上栽下来。不过问题不大，她只是掉了几颗门牙，流了一些血。第3天的上午，她又精神抖擞地站到长凳子上去了，直到这个女人莫名其妙地
大笑起来。他笑得真是古怪，浑身都一抽一抽的，满头花白的头发一甩一甩的，只有声音没有内容。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种无中生有的欣喜若狂。妹妹小青救了这个女人的命，应当说在妹妹短暂的一生中，这是她做的成功的一件事。而事实上，这件事是一个灾难，妹妹小青的半条性命恰恰就丢在这件事上。